歡迎收看《使徒行傳》，我是皮波。今天呢，我們就接續上一集的必比登推薦系列，我們繼續來介紹必比登推薦的名店哦。那最近南部都在下大雨，我是趁着雨停的時候趕快過來吃的。其實台南人只要看到我走這條路，就已經知道我要介紹哪一家店了。沒錯，我要介紹的就是開元紅燒土魠魚羹。開元紅燒土魠魚羹位於台南市北區的開元路307號，很好找哦。它算是在開元路跟長榮路的交叉口附近。好的，我們已經到了哦。那麼開元紅燒土魠魚羹呢，跟我上一集介紹的小公園擔仔麵一樣，它是從2022年開始，23、24、25、26已經連續5年入選必比登的推薦。那麼今天我來的這個時間，因為它才剛剛開店，所以客人不多。我如果晚個10幾分鐘到，就會因為太多客人的關係而沒地方擺我的攝影機了。這一家開元紅燒土魠魚羹呢，可以說是從開店到關店為止，每一張桌子上面都有客人哦，絕對不會有空桌的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它旁邊還有一家很有名的無名絲木魚湯，也同樣是入選過必比登推薦的店家。我下次會再做節目來介紹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先點標配的紅燒土魠魚羹，還有它的滷豆腐，這2項可以說是它店內最有名的菜色。不過它其他的菜色也不錯，但我一個人是吃不完的，所以我改天還會再來。那麼大家都知道，其實開元路紅燒土魠魚羹呢，近年來都有漲價。我來的這一天呢，它好像才剛剛漲價沒多久。它的小碗已經賣到100塊，大碗賣到130哦。這個價格在台南已經不是貴，是超貴哦。它已經漲到這麼高價了，我看我以後也只能偶爾來了。好的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這就是我點的紅燒土魠魚羹米粉跟它的滷豆腐。你可以看到，它的土魠魚羹其實是很大塊的，非常的飽滿厚實。不過呢，它現在小碗的土魠魚羹裡面只有3塊土魠魚。如果你是食量比較大的人，那一定是吃不飽的。而且以這樣的大小來說，就要賣到100塊，其實真的是相當高的哦。但是它也的確是真的好吃。那麼這種紅燒土魠魚羹的料理方法，就是要用炸魚塊的方式，搭配甘甜濃郁的扁魚柴魚羹湯。它是把土魠魚切塊之後醃入特制醬料，然後再裹粉去油炸的，所以外皮會是金黃酥脆的哦，內裡的肉質是扎實軟嫩。然後泡入羹湯之中呢，既能吸附湯汁，又帶有微脆的口感。而羹湯就要以炸香過後的扁魚酥來作為湯底，然後還要用柴魚片提鮮，再加上冰糖調味後做一點勾芡，這樣它整體的口感就是外酥內嫩，然後湯頭呢是帶微甜又很香，可以說是在口感跟味覺上面呢都有很多層次的表現。而它這個炸土魠魚塊呢，給我感覺是它的麵衣封得很好，所以吸附羹湯的比例我覺得是剛好的。我上網看過米其林的介紹，這間開元紅燒土魠魚羹採用的是印尼的土魠魚，為了保持鮮甜，魚肉只裹上適量的炸粉哦，然後炸至金黃酥脆後再切成小塊。羹湯是以扁魚、柴魚與蒜頭酥為基底，風味是很厚實的。而它的這個滷豆腐更是一絕，我們這樣從外觀看是看不出所以然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會把它切開讓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這是切開過後的滷豆腐。你可以看到哈，它使用的是很嫩的豆腐，是超嫩豆腐。照理說這麼嫩的豆腐呢，筷子只要一夾就會碎掉，但是他們家的滷豆腐不會這樣哦。你用筷子把它切開之後，豆腐依然會被它的外皮給連在一起，還是一塊一塊的，這樣它不會整個碎掉哦，可以切成4塊來吃。然後它的口感非常的嫩，味道又很香，可以說是一道絕品。像這樣的滷豆腐，我也只吃過他們家的有這種口感。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吃不到，所以這個滷豆腐也算是他們的獨門料理。就我所知道，有一些人是為了吃他們的滷豆腐搭配肉燥飯才會來這一間店的，等於是跟他們的紅燒土魠魚羹分庭抗禮的2大王牌。然後還有來到他們這家店就一定要拍這個東西，這是他們店內特制的蔥花辣椒水，帶有微酸微辣的風味哦。這個蔥花辣椒水的厲害之處在於它可以淋在任何東西上面，而且它的辣度跟酸度都是很平衡的。就算你怕辣也不用擔心，因為它裡面微酸的風味是與辣味相互平衡的，把它淋在食物上面，對於風味的增加非常的高，甚至可以說是會變成另外一種口味。所以我們不但會拿它來淋在滷豆腐上面，也會淋在土魠魚羹上面，甚至有人會把它淋在肉燥飯上面哦。你就知道它這個蔥花辣椒水有多迷人了。有很多人是跑去問店家能不能賣蔥花辣椒水給他們。你如果上網查部落格的話，也有很多部落客說他們其實比較愛這個蔥花辣椒水，所以來這家店不管你點什麼，一定要配上這個蔥花辣椒水，否則你等於是沒吃到它的特色。好的，開吃了。我今天點的是米粉哦，
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米粉的。其實台南算是吃土魠魚的重鎮，這裡有很多的土魠魚羹。通常來說，大部分賣土魠魚羹的店家，小碗都要80塊了。之所以會這麼貴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土魠魚本身是很貴的。這邊要先解釋一下，土魠魚其實不是一種魚類的名稱，而是我們台灣人一種稱呼它的俗名。事實上呢，土魠有好幾種魚，光是台灣西部跟東部的土魠就不一樣。在台灣西部稱呼的土魠魚是康氏馬家春，而東部的土魠呢是吉春，光是魚種就不同了。所以土魠魚只是個俗名而已。而且實際上還有別種魚會被稱為土魠，那這些魚種口感相差非常多，所以實際上真正的正宗土魠魚是康氏馬家春，也被稱為馬家魚，這才是真正的土魠。這種康氏馬家春呢，脂肪含量高，肉質鮮甜，而且口感很扎實。當然，它的價格是很高的。它的紅燒土魠魚羹的外皮吸附的湯汁，我覺得是剛好的。所以如果你一上桌就吃的話，口感上會很酥脆，而不是軟爛。而它裡面的土魠魚肉真的是非常的嫩哦，那是一種你咬下去的時候是酥酥脆脆，但是裡面的肉呢，卻是一種很舒服、很柔和的感覺。雖然說魚肉還沒有到入口即化，但是那種鮮嫩的感覺真的是很迷人的。那麼在必比登的推薦上面，評價他們的紅燒土魠魚羹湯呢，口感是非常的厚實。我覺得就像我上一集講的一樣，外國人的食物不像我們有這麼多層次感的混合。所以我想，開元紅燒土魠魚羹的味道對他們來說，口感算是非常厚實，他們也會覺得這個湯頭很濃郁。不過，在我這個台灣人來看，我覺得他們的湯頭其實是適中的，比較屬於層次分明，而不是濃郁的。再來，我們吃它的豆腐哦，因為豆腐本身是沒有什麼味道的，所以一定要加它的蔥花辣椒水。你看，我就在這邊一直加哦，因為我本身是愛吃豆腐的人，所以說呢，如果有這個辣椒水，我真的可以把豆腐當成主食哦。哪怕不用滷都沒關係，它這個辣椒水實在是太入味了，就是有滷豆腐的香味、嫩豆腐的口感，以及酸酸辣辣的味道，是一道很獨特的菜色哦。好的，已經吃完了，看小哥。那麼開元紅燒土魠魚羹呢，現在可以說是台南市裡面作為紅燒土魠魚羹的代表性店家。土魠魚肉鮮嫩到這個程度，然後加上蔥花辣椒水這麼特別的感覺，是真的只有他們這家店才有的。所以即便他們一直漲價，店裡面還是滿滿的都是客人。那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的土魠魚羹真的很好吃。而在開元路上的這幾家店其實都是好店哦，改天我們會一一為大家介紹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先到這邊，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期再見。